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5种短命的面相，赚的钱再多也无福享受。这个世界上谁不希望自己能健康长寿？想要知道自己寿命长短的话，往往可以通过面相上看出。若是发现自己寿命不长，也不需要惊慌，及时改变生活作息，注意锻炼养生，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延年益寿的。想要知道哪些面相会短命吗？不妨现在就一起来看看吧。1. 看眼神，眼中之神随着健康情况而变化。眼中神足者，健康状况良好，遇小病也能很快康复。短寿之人，眼神滞呆、散落、飘散，或是迎风流泪，两眼暗淡无光，无神采，无生机，眼泡淤肿，似深秋草木之衰竭，如溪流之干涸，常给人似睡非睡的感觉。2. 看眉心，眉心即为印堂，在面相中，印堂为命宫之所在。如果两眉毛相交，好像一节一节的形状，眉毛侵入印堂，就是短寿的相格，预示其人很可能活不过40岁，而且妨害妻子和儿女，破财。眉心印堂处有任何纹痕，都会影响健康，如果带青色而且杂乱，也是短寿的征兆。3. 看鼻子，在面相中，鼻梁上部到山根位置称为极恶宫，此部位饱满、高耸，直贯印堂者，先天体质优越，一生较少生病，偶尔有病也很快康复。假如此处生的低陷、断裂、尖削，有乱纹或痣痕，往往身体欠佳，容易生病，属于先天体质弱者。如果两耳、人中及下巴生的相格良好的话，即使极恶宫不佳，也不会影响长寿，只表示一生中健康状况不稳定，时常生病，略影响生活质量而已。4. 看耳朵，肾开窍于耳，肾是生命活力的发动机，是先天之本。耳相生德行质厚而大，耳垂肥大，色泽红润，紧贴大脑，主肾功能完好发达，精力旺盛，为长寿之象。反之，假如两耳枯槁、瘦小、肉薄，耳垂小，两耳色泽如灰或带黑色，主寿限不长。不过相不独占，还要配合面部的其他部位综合来看，不能单凭此点下结论。5. 看人中，中医认为人中是任督二脉的交汇之点，是奇经八脉的总纲，统帅人体的阴阳二气，因此人中是人体的要害部位之一，是阴阳之气平衡的总枢纽。此部位主子女和寿命，人中深、长、阔的健康长寿者多，反之短、浅、细的体弱短寿者多。假如人中生的浅而短，或者几乎从正面看不到人中，其人一定寿命不长。6. 看法令，法令位处鼻翼两旁，看起来只是2条普通的纹理，但却代表了一个人的威信、名誉、晚年运势和寿元。法令越长，寿命也越长，法令长不到嘴角，必然短寿。法令正好与2嘴角齐，不被饿死，也因食道方面的疾病致死。若在中年以后，法令仍然未见增长，甚至不过口，一般代表短寿。流年56至57岁的运势更见反复，即使寿元能过60，晚年运势亦恐不佳。不过一个人即使法令纹深长，若其印堂暗淡无光，口型欠佳，唇色暗黑，仍然是好运难求，事业难成。若法令末端向嘴唇下的位置屈入，形如包围着口部之状，亦主凶，晚年生活艰苦，亦有大病小痛缠身，运至70左右更有生命之余。7. 看下巴，看一个的寿命长短，往往先看两耳、人中、极恶宫，
假如这三者中有2条不符合长寿的标准，则此人的下巴一定是短促、尖削的，而且水星、地格等部位低陷而狭窄。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一是晚景不佳，晚年运势破败；二是难以长寿，寿元不高。8. 看整个面部气色，富态之人的面部润泽、油光铮亮，或者是白里透红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容光焕发，面部肌肉坚实而有弹性。短寿之人面色灰暗，满面晦气，其面部肌肉松弛臃肿，而且通常都不太干净，要么布满雀斑，要么遏制星罗棋布。痣有吉凶之别，黑色和红色的痣为吉，青色、黄色、咖啡色、紫色等等颜色的痣为凶。痣的位置也有吉凶，短寿之人的痣常常长在两嘴角的上方，或者长在人中里，并且比较大。说完短命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长寿之人必心宽，长寿之人必面善。一个人是否能长寿，除了命运主宰的因素外，心境是起决定作用的。而一个人的心境好坏，可以从其面相中反映出来。正所谓相由心生，便是这个道理。那么下面一起来看看长寿之人都有哪些面相特征吧。1. 脑后枕骨丰满的人长寿。枕骨在脑后正中偏下的部位，由于睡觉时他首先接触枕头，所以叫枕骨。这个骨头要连肉而起，不能过于孤零零的独露在外。脑后的枕骨丰满的人长寿。2. 鼻梁中部隆起可长寿。相学中认为鼻子要丰满端正，鼻梁挺直，鼻梁骨不能有塌陷。太乙照神经中说年寿隆起者寿。年寿是指鼻子的中部，鼻梁中部隆起者可以长寿。3. 人中深者长寿。人中者，沟渠之象也。只有伸长体内的体液才能通畅运行，这样才会对身体有利。神相全编中说人中深而长者长寿，这个部位伸长、端正而直的人可以长寿。4. 牙齿整齐坚固可长寿。牙齿为肾的花朵，代表着一个人的健康。如果一个人的牙齿长得整齐而坚固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肾气充足，骨气充沛，身体健康状况良好，精神头非常足，精力充沛，很有活力，做事主动而积极，性格坚毅，很有主见和魄力，不喜欢犹犹豫豫、唯唯诺诺，意志力坚韧，决定的事情就不会轻易的动摇，事业上容易获得成功，一生不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。在太乙照神经中也有这样的描述，齿排齐坚固者为长寿。5. 眉毛长垂可长寿。眉毛被称为保寿宫，可见它与人的生命有关系。神相全编中说到眉毛长垂，高寿无疑，就是说眉毛高长而眉尾下垂的人高寿无疑。6. 耳形耸高而长可长寿。耳朵与肾脏有着密切的关系，而肾能力的强弱又直接影响到寿命的长短。耳朵要轮廓分明，垂珠贴肉，色泽鲜艳红润，耳门扩大，耳肉红而尖厚，耳形耸高而长，这样的人是长寿之人。7. 目有神光者可长寿。中医学的观点非常注重观察神的存在与否，主要是指观察眼中的光彩。太乙照神经中说目有神光者寿，我们常说的眼炯炯有神就是这个意思。8. 法令纹长可长寿。法令位处鼻翼两旁，看起来只是2条普通的纹理，但却代表了一个人的威信、名誉、晚年运势和寿元。法令越长，寿命也越长。法令长不到嘴角，必然短寿。法令正好与2嘴角齐，不被饿死，也因食道方面的疾病致死。若在中年以后，法令仍然未见增长，甚至不过口，一般代表短寿。流年56至57岁的运势更见反复，
即使寿元能过60，晚年运势亦恐不佳。不过，一个人即使法令纹深长，若其印堂暗淡无光，口型欠佳，唇色暗黑，仍然是好运难求，事业难成。若法令末端向嘴唇下的位置屈入，形如包围着口部之状，易主凶，晚年生活艰苦，亦有大病小痛缠身，运至70左右更有生命之余。9. 面部润泽可长寿。富态之人的面部润泽，油光铮亮，或者是白里透红，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容光焕发，面部肌肉坚实而有弹性。短寿之人面色灰暗，满面晦气，其面部肌肉松弛臃肿，而且通常都不太干净，要么布满雀斑，要么遏制星罗棋布。痣有吉凶之别，黑色和红色的痣为吉，青色、黄色、咖啡色、紫色等等颜色的痣为凶。痣的位置也有吉凶，短寿之人的痣常常长在两嘴角的上方，或者长在人中里，并且比较大。10. 握力大可长寿。人到了老年之后，你与他握手，当感到老人的手特别有力，那么这就是长寿的标志。手握力来源于肝，握力大，肝功能健康，肝健康人就长寿。好了，短命相有福也难享。大千世界无奇不有，很多人都遇到过年纪轻轻就去世的人，相信每一个人的身边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。年纪轻轻就去世，这跟命运有一定的关联。今天我们从面相上去分析什么样的人是短命的面相，如何从面相上看一个人寿命不长、短命鬼的特征呢？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做一个详细的分析。1. 如何从面相看寿命长短。1. 看眼神，眼中之神随着健康情况而变化，眼中神足者健康状况良好，遇小病也能够很快康复。短寿之人眼神呆滞、散落、飘散，或是迎风流泪，两眼暗淡无光，无神采，无生机，眼泡淤肿，似深秋草木之衰竭，如溪流之干涸，常给人似睡非睡的感觉。2. 看眉心，眉心即为印堂，在面相中，印堂为命宫之所在。如果两眉毛相交，好像一节一节的形状，眉毛侵入印堂，就是短寿的相格。预示其人很可能活不过40岁，而且妨害妻子、儿女，破财。眉心印堂处有任何的纹痕，都会影响健康。如果大青色而且杂乱，也是短寿的征兆。3. 看鼻子，在面相中，鼻梁上部到山根位置称为极恶宫。此部位饱满高耸，直观印堂者，先天体质优越，一生较少生病，偶尔有病也很快康复。假如此处生的低陷、断裂、尖削，有乱纹或者痣痕，往往身体欠佳，容易生病，属于先天体质弱者。如果两耳、人中及下巴生的相格良好的话，即使极恶宫不佳，也不会影响长寿，只表示一生中健康状况不稳定，时常生病，略影响生活质量而已。4. 看耳朵，肾开窍于耳，肾是生命活力的发动机，是先天之本。耳相生的形质厚而大，耳垂肥大，色泽红润，紧贴大脑，主肾功能完好发达，精力旺盛，为长寿之象。反而假如两耳枯槁，瘦小肉薄，耳垂小，两耳色泽如灰或带黑色，主寿限不长。不过相不独占，还要配合面部的其他部位综合来看，不能单凭此点下结论。5. 看人中，中医认为人中是任督二脉的交汇之点，是奇经八脉的总纲，统帅人体阴阳二气，因此人中是人体的要害部位之一，是阴阳之气平衡的总枢纽。此部位主子女和寿命，人中身长阔的健康，长寿者多，反之浅短细的体弱短寿者多。假如人中生的浅而短，或者几乎从正面看不到人中，其人一定寿命不长。6. 看法令，法令位于鼻翼两旁，看起来只是两条普通的纹理，但却代表了一个人的威信、名誉、晚年运势和寿元。法令越长，寿命也就越长。法令长不到嘴角，必然短寿。法令正好与两嘴角齐，不被饿死，也因食道方面的疾病致死。若是在中年以后，法令仍未见增长，甚至不过口，
一般代表短寿。流年56至57岁的运势更见反复，即使寿元能过60，晚年运势亦恐不佳。不过一个人即使法令纹深长，若其印堂暗淡无光，口型欠佳，唇色暗黑，乃仍是好运难求，事业难成。若法令末端向嘴唇下的位置屈入，形如包围着的口部之状，亦主凶，晚年生活艰苦，亦有大病小痛缠身，运至70左右更有生命之虞。7. 看下巴。看一个人寿命长短，往往先从两耳、人中及额宫。假如这三者中有2条不符合长寿的标准，则此人的下巴一定是短促尖削的，而且水星、地格等部位低陷而狭窄。有此面相特征的人，一定是晚景不佳，晚年运势破败。2是难以长寿，寿元不高。8. 看整个面部气色。富态之人的面部润泽、油光正亮，或者是白里透红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容光焕发，面部肌肉紧实而有弹性。短寿之人面色灰暗，满面晦气，其面部肌肉松弛臃肿，而且通常都不太干净，要么布满雀斑，要么恶痣星罗棋布，恶有吉凶之别，黑色和红色的痣为吉，青色、黄色、咖啡色、紫色等形状的痣为凶。痣的位置也有吉凶，短寿之人的痣常常长在两嘴角的上方，或者长在人中里，并且比较大。2. 短命相的具体特征。1. 天中塌陷，印堂眉心相连。天中即印堂与发际线的正中位置，额头称为天庭，而此位置正好位于天庭的正中部，所以称为天中。如果天中位置长得比较低陷，而且眉毛在印堂处关联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智慧有限，眼界比较狭窄，思想极端，为人处事比较的刻薄，从而导致在人际关系方面容易遭遇非议，喜欢颠倒是非，人缘很差，时运非常的不好，脾气暴躁，身体方面容易出问题，很难长寿。2. 眼神游离，气散不聚，似醉似醒，不坚定。眼神为肝脾之外窍，肝旺则目明，气亏则神弱。如果一个人的眼神总是处于游离状态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看上去非常的有亲和力，在生活中人缘非常的好，但其实内心是非常不自信的，为人也缺乏上进心，做事不专注，意志力薄弱，内心经常陷入到一种恐慌的态度中，做事缺乏坚持，人生浑浑噩噩，缺乏目标感，长此以往的话，会造成身体内部的元气难聚，对身体造成不好的影响。3. 三白四白，喘气如猪。三白眼和四白眼的人一般个性都非常的尖刻，脾气非常的大，性格急躁，属于那种一点就着的类型，特别的容易发怒和生气，心胸狭隘，特别的记仇，容易给亲戚和朋友带来伤害。俗话说气大伤身，所以长此以往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损害。若是再加上喘气声音比较重的话，大多都是肺气虚弱所致，寿元难长。4. 面小鼻低，吃食如鼠。我们这里所说的脸小，指的是脸的上边和下边两边比较窄，中间稍宽一点。这种人一般先天运势不佳，一生命运比较坎坷。若是再加上鼻梁扁塌短小的话，就会非常的不自信，性格比较的怯懦，缺乏气势。若是再加上吃东西像老鼠一样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性格都比较的急躁，为人非常的无情和自私，一生难发达，即使有财富也难以长久，一生贫困为短命之兆。5. 唇部包齿，声音嘶哑。唇部包齿即我们常说的龅牙，牙齿突出之人一般肾气比较旺盛，这种人的性格一般都比较的直率，说话总是口无遮拦，容易出口伤人，性格暴躁而直接，容易伤害到身边的人，攻击性十分的强，没有什么进取心，非常的不争气。若是再加上声音嘶哑的话，非常的难相处，性格太过急躁的话，容易造成元气的流失，导致寿元很短，为短命之兆。6. 走路太重，四路四张。这里所说的走路太重，指的是走路时下脚比较有劲儿，走路的时候步子非常的沉重，就像跺脚一样，身子向前倾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走路时像鹿和獐子一样，给人一种没头没脑的样子，走路总是东摇西晃，缺乏目标感。这种面相的人一般急着赶路，性情也比较的急躁，为早夭之相。7. 性情暴躁，柴星狼形。
性格暴躁很好理解，且性格非常的糟糕，缺乏耐心，在生活中心态不稳，遇事愈冲动，做事不计后果，思想和行为非常偏激，行事作风如豺狼一样，非常的狠辣绝情，性格固执暴力，容易伤到自己，经常会做一些不善良的事情，非常喜欢得罪人，容易遭到别人的冷落和陷害，容易短命。8. 耳朵小，而且耳廓枯黄无色。如果双耳占面部比例过小，这就是耳朵小，而且耳垂单薄或者是没有耳垂，这样的人从小身体就会不健康，免疫力差，容易生病，长大后也容易出现积劳成疾的情况。若是耳轮枯黄、气血不足，或者是耳朵黑暗，这样的现象都表明肾气不足。有此面相的人，做事没有长性，常常喜欢半途而废，做事不能长久，就算是再好的赚钱机会也抓不住。这样的人多半肾气不足，精气虚弱，提不起精气神儿，很容易导致肾病或者是心脏病，所以寿命自然不会太长。9. 人中短平。人中在面相中为生殖器官的外窍，人中深阔，长得好，形长秀美。有此面相的人一般身体健康，无病无灾，能够长命百岁，后代子嗣多，很容易儿孙满堂。若是人中短平，或者是有横纹、凹陷，多半短命鬼，命中无财无福，就算是有再大的福气也无法享受，甚至会拉低子女的运势。10. 嘴唇呈黑紫色，下巴短促。唇部也是不可忽视的部位，唇色白就有可能是贫血，唇色过于红则是上火。如果嘴唇呈黑紫色，那么就有可能是供血或者供氧不足的情况了，血液中的养分不能很好的送至身体的各个部位，这样的人可能患有心脏衰竭或者肺部有疾病。如果下巴短促尖削，水星和地格等部位低陷而狭窄，就说明晚景不佳，运年破百而财库满满的手相，发大财的手相。虽说人人都想发大财，但这个世界上的有钱人其实真的很少，全世界10%的人却占有世界80%的财产。想要坐拥无数财富，除了要靠自己的辛勤努力外，还要依靠个人命运以及后续的金钱运势。想要知道自身的财运如何，其实可以通过手相看出来。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财库满满的手相。1. 手心低洼。所谓的手心低洼，就是指把手掌伸平，中间也会拥有明显的凹陷，尤其是把水放在手心当中，钱财也不会流走，则一般拥有这样手相的人，个人的聚财的能力比较强。此窝被称之为聚宝盆，他们的钱财运势旺盛，也拥有自己的赚钱的门路，身边的贵人多，收入积蓄都不会少，必定能够保证家庭生活幸福美满，少有烦恼。2. 钱财纹多条。钱财纹就是指位于手相下方的小竖纹，而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，多半自身的钱财运势发展都会比较好，偏财运势也会比较强，非常的容易得到意外之财。个人的头脑聪明灵活，行动能力比较强，只要是自己抓住机会，就一定能够集聚不少的钱财。而且钱财纹长得越多，则这样的人事业运势发展也就会越强。3. 理财纹清晰。所谓的理财纹，就是指在金星带与感情线中间有清晰可见的纹路，而一般拥有这样纹路的人，个人的偏财运势发展非常的不错，非常的容易发大钱，收入也会比较多，尤其是比较容易中大奖，或是在投资理财方面得到的成就比较高，注定日后能够得到非常大的成功，个个都是富贵命，赚钱的本事都会比较高。4. 三角纹在手心。三角纹出现在玉柱纹与生命线、智慧线之间，一生钱财不断。这类财库满满的手相，寓意着人们正财收入极为丰厚，可以在职场中拥有出色的表现。不光基本工资可以不断攀升，还可以获取极为可观的奖金与提成。总之，最终的收入会极为可观。这类人还可以时不时获得天降之财，比如说走路上捡到钱，买彩票中大奖，以及家中的老房子忽然被拆迁等。他们一生之中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，在很多机缘巧合之下，
便可以成为有钱人。而且这类人只要自己可以克制住购物的欲望，花钱不要大手大脚，就不会遇到意料之外的开支。基本上除了衣食住行外，赚到手的钱大多可以累积下来，所以小日子将十分滋润。5. 方形财库纹，此纹形4口字形的图形，只要封闭，不管出现在手心哪个位置，都是起到旺财聚财储钱的作用。这类财库满满的手相，寓意着这类人非常聪明，善于抓住商机，商业嗅觉敏锐，总是能够第一时间察觉到身边出现的机遇。他们不但很会赚钱，而且非常善于打理钱财，只要是赚到手的钱，都可以不断累积下来，很少出现破财或是破产的事件。他们深谙钱生钱的道理，会在风险最小的前提下实现利益最大化。这类人善于合理规划个人的财产，会将一部分拿去购买高风险的股票，一部分拿去配置稳健的理财基金，还有一部分会存进银行，剩下的钱财则会留着日常使用消费。而且这类人到了中年之后，将凭借着个人的能力，成为远近闻名的有钱人，生活会变得极为富足。6. 元宝纹，元宝纹形似元宝，又名宝船纹，是由智慧线和生命线、玉柱纹以及辅线组合而成。这类财库满满的手相，会让人拥有大富大贵的人生。他们可以因为老公或者是老婆过上不一样的人生。这类人往往可以成功嫁入豪门，或者是娶了千金大小姐。那么在婚姻生活中，肯定不需要为钱财的事情发愁。女性朋友可以成为豪门阔太太，不需要出门上班赚钱，只需要在家安心相夫教子即可。她们不需要做家务活，因为家里会雇佣保姆，即便花钱大手大脚，也不会被老公责骂，因为家里不会缺这点小钱。至于男性朋友，则能够在老婆的助力下，成为上市公司的大老板，还可以不断扩大公司规模和深化公司业务领域。不过值得提醒的是，如果想要将这样的财运延续下去，务必要乐于助人，慷慨大方，不要太抠门了。7. 手指并拢无缝隙，一双手平伸出来，手指并拢。如果说中间有很多的缝隙，可以透光，是会漏财的表现，表示存不住钱，赚再多也是左手进右手出。相反，如果手掌伸出来，手指并拢，中间没有一点缝隙的话，一般都表示此人财运好，不但会赚钱，而且还特别会存钱，不会随意挥霍钱财。手指间没缝隙的人，大多数都是理财高手，很会把家过日子，精打细算，从不浪费，能省就省。看完发大财的手相，是不是我们有会感叹，为什么有些人生来就锦衣玉食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而有些人却生活困顿，甚至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不管怎么努力都无法成为人上人？那么穷人的手相究竟是什么样子的，都有什么表现呢？1. 财运线弯曲。财运线顾名思义，就是人手相中代表财运的一种手掌纹路。财运好的人，财运线笔直有深度，能清楚地从手掌中看到这些纹路。而财运差的人，财运线往往呈现弯曲、浅显，不易让人发现的特征。财运线弯曲浅显的人，一般是穷苦命，挣钱能力不强，还总是怨天尤人，自身努力也不足，导致在事业发展上也表现平平。同时，财运线弯曲浅显的人，花钱也不加节制，手头稍微宽裕便花钱大手大脚，没钱的时候就只能借钱度日。因此他们既不能好好的挣钱存钱，也不会有积蓄，是穷苦命。2. 事业线不佳。事业线与财运密切相关，没有好的事业，即便是有祖业的庇佑，有家底可以支撑，但时间久了只出不进，或者收支难以平衡，财运上还是会遇到坎坷。事业线好的表现为纹路深厚，有力度，而事业线差的人则表现为纹路浅显，分叉多。事业线不佳的人在事业上难以有所成就，
即便能在一定的时间段有所收获，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也总会遇到一些坎坷。同时，事业线不佳的人也不能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，在工作中很难与同事搭档，工作中也总会犯错，导致事业发展停止不前。一些事业线极差的人，甚至很难有一份长久的工作，或者无法找到工作，可想而知，他们的命运也是穷困潦倒的。3. 烦恼线清晰。所谓烦恼线，就是手相中的一些杂七杂八的纹路。一个人如果生命、事业、爱情、智慧等基本的手掌纹路不清晰，而其他的杂七杂八的线路却清晰异常，那么这个人肯定精神状态不佳，运势不好，一生也难有平安喜乐。烦恼线清晰，代表这个人一生中会有数不清的烦恼忧愁，不仅情绪状态时常不佳，各种运势也不顺，财运当然也会受到影响。这种人一生总是伴随着各种麻烦和烦恼，刚从这个麻烦中走出来，又陷入另一个麻烦。即便这种人有思想有才华，但麻烦缠身，也无法让他们安心的工作，发展事业财运也无从提起，因此也会穷苦一生。除此之外，手掌没有肉，手指的缝隙大的人，财运上也不佳。手掌没肉的人，大多一生劳碌，总在为了生计奔波，能填饱肚子就很不错了，手上根本不会有闲钱。手指缝隙大的人往往留不住钱财，做生意总是亏本，难以成器，最终也会比较穷困。人生一世，最需要做的事情是努力，你的努力会为你带来所谓的机会。运气这种东西的确存在，但并非主宰人生成功的关键。一个人运势的好坏是由周围环境、个人心态、行为和身体状况等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或许运气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可以通过调整自己的态度和行为来改变的。在这个变化莫测的人生舞台上，我们或许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好运。人生与其谈运气，不如谈实力、奋斗、善良与真诚。也许这些品质并不一定就会为你带来实际的好处，但会为你积累好的能量与磁场，也会埋下善根与福分。人不能只看眼前与自身的利益，除了这些之外，对于世界、社会与弱势群体多一分的怜悯与同情，也许就是在为自己累积运气，不知哪一天就能降临到你的身上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。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